美国47岁男子作死突袭棕熊，不料反被棕熊啃碎生吞，血腥场面惨不忍睹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纳尔森·斯蒂梅克是一位职业动物标本包制师，居住在美国纽约州的奇克托瓦家。他同时还是一位热衷于户外探险与狩猎的业余猎人。纳尔森原本打算与好友一同前往野外展开一次久违的狩猎之旅，但就在临行前，朋友突然取消了行程。纳尔森没有犹豫，立刻决定自己前往。他收拾好装备后，买了飞往阿拉斯加的机票。抵达后，他由当地向岛雷蒙德·卡佩拉接应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共同狩猎沿途所遇到的猎物。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马塔努斯卡山谷中的塔希纳湖，沿着蜿蜒而行的马塔努斯卡河而上，一路深入阿拉斯加腹地。当他们抵达湖区，所见之景仿佛是一幅未经人类打扰的画卷。那时正值秋季，万物都在悄然变化中，候鸟在空中列阵南飞，河中的鱼群也开始逐水而行，前往气候更温和的地区。河岸边，苔藓仿佛镶嵌了绿宝石一般，在斜阳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。林间的灌木丛中，浆果已然熟透，色彩斑斓，绽放着秋季独有的气息。而不远处的森林深处，棕熊也在不知疲倦地进食，它们正为即将来临的寒冬积蓄能量。尽管这片土地此刻野趣盎然，生机勃勃，但此时并非阿拉斯加旅游的旺季。正因如此，来访的人稀少，反倒使得前来探访的人能更充分地体验荒野的原始状态。接下来的2周里，纳尔森与雷蒙德配合默契，成功猎到了山羊、绵羊和一头体型庞大的驼鹿。他们找了一处地势较高、相对隐蔽的区域，设立了一个临时屠宰点，方便对猎物进行剥皮与分割。就在他们逐渐适应这片土地节奏的时候，一场意料之外的变故悄然逼近。那天清晨，两人如往常一样前往他们的屠宰点。然而，当他们抵达熟悉的路径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两人瞬间停住了脚步。距离他们大约75米的地方，那片熟悉的赤杨树丛后方，原本应是他们丢弃驼鹿内脏的地方，此刻却被一只体型庞大的棕熊占据。它正低着头，大快朵颐地进食。如果不是那夸张的体型与厚重的肩背肌肉线条，远远看去，它甚至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头体型壮硕的黑熊。但眼前这头野兽巨大的身形显露了它真实的身份。它们离得太远，无法精准测量。据纳尔森估计，这头棕熊大概有8英尺高，体重约在600至700磅之间。纳尔森和雷蒙德屏住呼吸，既兴奋又紧张。他们知道，这样的时刻千载难逢，普通人或许会选择悄悄后撤，避其锋芒，但纳尔森却动了猎心，也许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。他想要猎下这头棕熊的头颅，带回家中作为荣耀的战利品，向朋友们炫耀。只是他忽略了一点，秋季是熊类进入高度警觉与进食狂潮的时期。这个季节的熊更加暴躁，更易攻击。尽管正式的棕熊狩猎季还未开始，雷蒙德最终还是同意了纳尔森的提议。他们在靠近赤杨树丛的一处隐蔽位置设伏，静静等待着时机。寒风刺骨，但纳尔森的额头上却渗出了汗珠，顺着脸颊滑落，嘴角还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微笑。那片茂密的赤杨树丛掩盖了棕熊的身影，但透过缝隙，纳尔森依稀看见了那头野兽高大的轮廓。那头棕熊毫无防备地在猎物堆旁安睡，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。在休息过程中，它不断变换姿势，时不时露出头部和背部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小时。一直摩拳擦掌的纳尔森提议直接朝棕熊的头部开枪。他心想，不管这东西有多大，一枪爆头肯定能解决。然而雷蒙德迅速伸手制止了他。他并非出于仁慈，更不是担心那头棕熊的性命，而是从战利品价值的角度考虑。他告诉纳尔森，如果这头棕熊真的是值得珍藏的巨大个体，那么若在头部留下弹孔，将大大贬低其收藏价值。于是他们决定继续等待，希望那头棕熊再次啃食驼鹿的内脏堆时能露出肩部，那样才能瞄准一个更稳妥、更致命的位置来一枪命中。两人蜷缩在靠近屠宰点的苔原小丘上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天气变得恶劣起来，风势强劲，乌云低垂。雷蒙德开始有些烦躁不安，他想尽快结束这场潜伏，趁暴风雨来临之前离开。他拍了拍纳尔森的肩膀，说他要去激怒那头棕熊，让他站起来露出身体。在棕熊暴露的一瞬间，纳尔森就可以朝他肩部开枪。正常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，但在阿拉斯加荒野中数小时漫长的潜伏，早已把人的耐心逼至极限。雷蒙德站起身来，朝逆风方向小跑而去。他站在距离棕熊75到100米的距离，抬起双臂，开始发出一连串怪异的声音，
而纳尔森一动不动，双手稳如磐石。他观察着，等待目标出现，可是四周依然寂静无声。棕熊可能早已悄悄离开，或者他根本已经死了。无论如何，雷蒙德匆匆返回了纳尔森的位置。他决定再等几分钟，但他很快又按捺不住。几分钟后，雷蒙德再度动身。这一次，他计划走得更远，在逆风的方向上停留更久一些，好让风将他的气味传送到棕熊的鼻子里，激起他本能的警觉，让他从赤杨树丛中走出来。不过，他担心的并不是棕熊可能会撕碎他，而是纳尔森的枪法。他嘱咐纳尔森千万不要失手，打偏了伤到他。纳尔森胸有成竹地回答道：“放心。”雷蒙德离开藏身点后，纳尔森把步枪架在一个背包上，趴在地上，像一名隐蔽的狙击手般透过瞄准镜观察。他仔细搜索着棕熊的身影，他调整呼吸，集中注意力，准备射出那致命一击。雷蒙德开始发出叫声，但依然毫无反应。寂静再次笼罩整片区域。失去耐性的雷蒙德决定靠近赤杨树丛，看看棕熊是否已经溜走。突然，一声沙哑刺耳的尖叫传来：“开枪！打他！”纳尔森立刻通过瞄准镜扫视周围，枪口随着他的目光移动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于是转头去看雷蒙德，那位陷入恐慌的向导正用短促而急切的步伐往回跑。他抬起枪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血。他最后看了纳尔森一眼，又喊道：“开枪！”纳尔森迅速将镜头对准他逃跑的方向。突然，一声枪响划破了阿拉斯加荒野的寂静。雷蒙德先开了一枪，这才惊动了沉睡的棕熊。那庞然大物猛然从赤杨丛中冲了出来，他全身的肌肉都在发力向前推进，怒火中烧，杀意腾腾。雷蒙德与棕熊之间仅剩30英尺，棕熊用了不到2秒就几乎横跨了这段距离。纳尔森慌乱地挥动步枪朝棕熊开了一枪，但棕熊毫无反应，继续向雷蒙德猛冲过去。当纳尔森赶紧装填下1颗子弹时，棕熊已经扑进雷蒙德，锋利的爪子呼啸而下，直奔雷蒙德的头部。雷蒙德本能地往侧面一躲，避开了这致命一击。他边逃边高喊：“快开枪，打他！”纳尔森咬紧牙关，又连开一枪，子弹打在棕熊的侧肩，但那头棕熊仿佛被恶魔附身，依旧毫无痛苦的迹象。此时的棕熊已经中了3枪，可他仍未减速，依然狂暴如初。他再次追上了雷蒙德，雷蒙德只得双手抓住步枪的枪管，用枪托猛烈地朝棕熊的头部砸去。出于生存本能，他挥出的力道之强，甚至将木质枪托击成碎片，细小的木屑洒了一地。眼看雷蒙德再无抵抗之力，棕熊猛地挥爪击中雷蒙德的胸膛，那沉闷的撞击声让纳尔森背脊发凉。随后，棕熊张开布满獠牙的巨口，咬住雷蒙德的腿，将他拖进赤杨丛林，向着驼鹿的尸体而去。他像玩布偶一样拖着雷蒙德，雷蒙德只能在痛苦中尖叫、哀嚎、呻吟。纳尔森下意识想冲进去救人，但刚要踏进那片树丛时，一股强烈的恐惧让他停住了脚步。他心里想着，浓密的灌木丛使他的视线受阻，棕熊可能随时扑来。于是他僵在那里，任由雷蒙德的惨叫在林中回荡。纳尔森转身跑回背包处，抓起更多子弹。当他重新装填时，透过赤杨丛的缝隙，他看见雷蒙德的双腿悬空摆动，那头棕熊正残忍地撕咬他。有一刻，棕熊抓住了雷蒙德的头，像玩具一样左右猛甩。突然，纳尔森发现棕熊站在驼鹿尸体上，身体完全暴露。纳尔森抓住机会，瞄准棕熊的肩膀开枪，子弹击中目标。棕熊拖着受伤的身体转身逃入赤杨树丛。纳尔森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恐惧，枪口始终对准前方，慢慢走入灌木丛。当他穿过树丛走进屠宰点时，一幕血腥画面映入眼帘。雷蒙德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，地面上是一道道雷蒙德拖行的痕迹，而那头巨熊正虚弱地趴在10英尺外。纳尔森小心靠近，举枪对准他的头部，子弹正中眉心。随后他又踢了踢棕熊的尸体，确认他已经死透。最后纳尔森走向雷蒙德，将他抱住。他还活着，但已经濒临极限。雷蒙德胸前布满爪痕，脸上多处割伤，整个面部被棕熊咬得遍布齿痕，那些利齿就像滚烫的刀子，轻易地撕裂了他的肌肉。雷蒙德的脸部肌肉严重损伤，以至于他无法控制下颌，也无法睁开眼睛，他只能靠舌头断断续续地说话，指示纳尔森如何操作飞机上的无线电。纳尔森听后立刻跑回飞机，呼叫救援，并向救援人员说明了他们所在的地点。他随后在跑道上迎接救援队，并恳求他们立刻飞去营救雷蒙德。当他们抵达现场时，雷蒙德的身体已经开始发青僵硬。几分钟后，
医护人员宣布他死亡。不久后，雷蒙德的遗体被抬上直升机，送往格伦艾伦进行尸检。尸检显示，雷蒙德的肋骨已经塌陷，原因是棕熊巨大的体重压在他身上，断裂的骨头尖端刺穿了他的肺和心脏，致命伤也就由此造成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雷蒙德的妻子还在家中等他。纳尔森在事发后留在阿拉斯加，尽力为雷蒙德的家人料理一些后事。尽管两人是在非狩猎季节猎熊，但纳尔森并未被起诉。对他来说，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地向雷蒙德的妻子道歉，并深深为这场悲剧懊悔。